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的生活。我声音吓到喽！这支影片公开的时间应该是2026年的3月14号。我的频道创建到此正式满1年啦，耶！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年经营频道以来的一些心得跟感想。我为什么想拍 YouTube 影片？其实我从以前就一直是一个很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人我经营过很多平台，有些可能很多人听都没听过，奇摩家族无名小站酷浪巴哈小屋天空相簿这些，这好像不小心透露我年龄了骨灰级的玩家。那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其实中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工作这么久，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自己。那不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的自媒体非常的发达，影片比起相片跟文字可以记录的东西更多更全面。那再加上本身我是个很有表演欲的人，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了，好，那就来拍影片吧。我当初怎么选择频道的主题？其实我在开始经营频道之前，我就是 YouTube 忠实观众，我每天都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看 YouTube 影片。但我发现很多创作者都会碰到2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题材枯竭，第二个就是转型困难。所谓题材枯竭，就是一个频道讲到后来就会发现，没有新的题材可以讲，我只能把旧的题材一直拿来冷饭热炒，观众看久就会腻。那第二个转型困难其实跟题材枯竭是一样的困境。一个频道他发现自己没有新的题材可以讲他就必须要从他原本讲的这个题材以外去找新的东西来讲。可是这样子会变成原本的观众他是针对你这个题材而来的，那当你转去讲别的东西，他可能会不喜欢，观众也就会退订，就不看你的频道。那我在创建频道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尽办法避免这2个问题，这样子的话频道经营才能长久。我希望我的频道可以长长久久经营5年、10年甚至更久所以我后来决定不以单一题材，而是以我自己为频道主题。这样子的话，只要我的生活还在继续下去，我就有源源不绝的题材可以拍。那不过这样做其实也有个缺点， YouTube 演算法它是针对固定题材，然后去找针对的观众，它没有办法透过某个人或者这个人去找针对的观众，就是没办法。所以呢，当我自己作为频道主题的时候，演算法就会不知道要帮我找哪些观众。那这段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看我订阅数就知道了。我经营年现在订阅数才700多，老实说以这个速度呢，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不及格的。那不过我是心里有数的我本来就知道我这个方式前期成长会非常的慢。不过对我来说成长偏慢没关系，能够持续做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经营频道过程，我学到了什么？不要想太多，做就对了。很多人想要经营频道，然后就会觉得说经营频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之前自己没有做过，所以呢就花很多时间去看很多的影片，上很多的课，然后搞得自己心神不宁，非常焦虑。结果搞了半天都还没有开始。你想要做，你直接做就对了。你自己在还没做的时候想的很多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生你边做边发生的那些问题，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你现在手上有什么东西就直接用就好了。你有一台手机，你就直接拿手机去拍，不管它的画质多烂，音质多差，反正你就是拿那一支开始拍就好了。在你边做的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说碰到哪些问题，需要添购什么样的设备，一定都是边做才会知道的。这个时候碰到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真正这些实务中的问题去解决，你才会越来越进步，你的频道才会越来越成长。经营频道1年，我有什么心得？经营频道这1年以来我觉得很开心，不过压力也是有啦，毕竟要定期更新嘛。像我现在是1周2更，只要是定期更新的话，你就是有这个压力会一直 push 着你，你不可以断更你断更那个流量就会整个掉下来。等你回来想要再重新经营的话，又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流量重新拉起来。经营自媒体的话，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即便如此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喜欢的，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很有成就感，很开心。我的频道创立到目前为止，除了前几周还在摸索之外，接下来我很固定是1周2更到目前为止也满1年了，帮自己喝个彩。未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指教。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还能看到你哦。拜拜。